当社会运行主要依赖礼物交换与人情往来时，这究竟是一种文明的润滑剂，还是制度失效后的替代品？当权力可以随时撤销许可、改变态度，甚至改写现实，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最终会形成怎样的价值观与生存哲学？为什么利玛窦在中国生存下来的秘诀，不是坚持规则，而是逐渐学会像本地人一样绕开规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精英会对永远不说谎这样一种道德原则感到惊讶，甚至难以理解？今天我们根据利玛窦在南昌的经历，看看一个帝国是如何用人情、礼物与恐惧维系它看似稳定却极度脆弱的社会秩序。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12章，皇家的亲属。在这座南昌省城，有很多人是金枝玉叶，他们把自己的先世追溯到远古，其中有2个人特别保持皇室的称号和尊贵。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他们，且不说那些比较低级的，这2个人毫不迟疑地要跟外国人交朋友。其中一个叫做建安王，另一个叫做乐安王。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当官的，能配得上这2人任何一个的拜访。然而他们都派了管家带着重礼去邀请利玛窦神父到他们的府里去。这是真正的王宫，论规模和建筑，论园林的设计和美观，都称得上富丽堂皇，而且有着王室仆从和设备。建安王首先发出邀请，他的接待更为动人。那是在宫殿里举行的，主人穿着全副王袍，头戴王冠，先请客人坐下，再按习惯请喝茶，以表示他们的友情和礼貌。这种风俗前面已经描述过，所以这里就略而不谈，免得打断我们叙述的过程。客人先献礼，礼品中有中国人所珍视的欧洲物品，其中有一座卧钟，是按他们的计时法制作的，黑色中国大理石上刻出的黄道带。这只钟还指示日出和日没的时刻，每个月昼夜的长短，时辰还刻在每个月的开始和中间。我们提到开始和中间，因为中国人把黄道带记为24宫，也就是24节气。这份礼物受到极大的赞美，以前在中国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所知的唯一测量时间的数学器械，还是根据赤道命名的，而且这种器械他们也无法精确使用，除非是在纬度36度的高处。神父还送给主人一个天球仪，附有天规，另外还有地球仪、小塑像、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这类欧洲产品，但并没有使建安王相形见绌。他的慷慨确实胜过神父，赠礼有饲料、各种重要的银器、丰富的食品，赠送时还有必要的排场和王室的礼仪。建安王接收的礼物中，最使他高兴的就是2部按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籍，纸很薄，但极坚韧，确实到了很难说哪部质量更好的地步。其中一部书附有几幅地图、几幅天体轨道图、4种元素的组合、数学演示，以及对所有图画的中文解说。第2部书是用中文写成的论友谊的短文，其中形象就像西塞罗在他的莱里乌斯中一样，是皇帝向利玛窦神父询问了欧洲人对友谊的看法。在这篇并不太长的对话里，作者从哲学家、教会和其他公认的作家那里收集了在我们自己文献中所找不到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这本书至今仍为人们所阅读和称羡，并受到读过它的人所推荐。因为是用欧洲和中国2种文字写成，所以它更加风行。就在它复印后不久，赣州有一位知县完全用中文把它加以重印，流传于各省，包括北京和浙江。他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述中引用。事实上，在一个短时期之内，这部书被当作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利玛窦神父用中文写的第1部著作，他给神父招来了许多朋友，为他赢得广泛的声誉。部分原因在于2位王爷起了作用。
两人中友谊较持久的是建安王，直到他死的时候，又把友谊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当父亲在世时，利玛窦神父是他家的常客，每逢他赴宴，他的主人总要酬赏轿夫，并赏钱给他的仆人。正是用这样的姿态，他们习常对客人的光临表示自己的愉悦。和另一类人的亲密交往，同样或者更加提高了利玛窦的声望。这些人是城里的梭伦，是文坛的领袖，他们常在文艺聚会中解释法律的原意。当时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年龄70岁的张璜，他和他的同僚从我们的朋友瞿太素那里听说了不少关于利玛窦神父的事。瞿太素在这里已经住了些时候了。事实上，瞿太素曾向这个团体极力赞扬利玛窦神父的热诚，以致利玛窦本人开始有理由担心中国人会对他期望过高。然而，这些通常是轻视别人的梭伦们却积千公里去拜访这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倾听他娴熟地谈中国的典籍，然后并引用中国的权威来证明他所说的话。有一次在利玛窦家里谈论时，发生了一件事，事情虽小，但大大增加了他的声望。由于坚持来见他的客人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动都太多了，利玛窦神父十分疲累，以致健康受到了损害。当他和梭伦们的领袖谈到这件事时，他听说已嘱咐守门人告诉客人说他不在家。利玛窦对此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要有德行，他就必须严格避免说谎话。这位异端哲学家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于是利玛窦神父就向他解释，基督的教义不仅禁止说伤害别人的谎言，而且禁止说那种奉承或玩笑的假话。他解释说，这条戒律在欧洲是对人人都有效的，对信教的和那些教导别人的尤其如此。他还说，谎言和身居显要地位的人更应该是水火不容。起初，神父的倾听者对这样一条戒律的尊严表示惊奇，接着便大加称赞，因为他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头脑清楚，很容易从这个事例中看出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而且尽管事情本身无关紧要，他却当作一件大事来叙述，说利玛窦神父按规定的戒律和本国的一般认识，不愿意撒谎。当这个题目在聚会中提出来讨论时，梭伦们的主持者听说了所做的这一叙述，就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说，如果一个人耻于说谎，那看来就够了。他最后结论说，我难以相信我们居然能达到永不说谎的理想境界。第13章，在南昌的永久基地，陶醉在建立一个新驻地的远景之中，利玛窦神父乐于与他的同胞，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共享他的快乐。他已经请求给予人员和物资的援助。作为对这个申请的回答，监督就把一名葡萄牙神父苏如望派到南昌，随同他的有一名到邵州的修士黄明沙。至于给养，由于缺乏收入，所以他只送去可以购买一所住宅和维持当年的费用。同时，利玛窦神父已经取得南昌一名官员所发的护照，可以从广东省招来一名助手。有了这个保证，新来者就毫无困难地到达南昌。在翻越前面所曾提到过的那座山岭时，他们得到了南雄县信徒的帮助。他们趁机在途中拜访了这些信徒，他们的到来给1595年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平添了不少欢乐。利玛窦神父来了一名助手，在城里引起了某些关切。百姓们天生猜疑外国人，很容易产生几乎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说法，认为洋人必定在搞什么鬼名堂，危害公益。据谣言说，他们的医生朋友偏袒他们，因为他们把可怕的炼金术秘密交给了他。这类流言在重复着，但却静悄悄地，没有出现公开骚乱的迹象。利玛窦神父是总督的朋友，所以认为可以通过他的权威，从而保障教团的安全。于是他准备了几份他认为总督会喜欢的礼物，像是他赠送给2位王爷的那样，前去拜访总督，请求他根据他持有的护照发给一份允许他购买房屋
并在城里定居的文件。总督欣然接受了礼物，慷慨地加以回赠，但是说关于文件的事，他要跟知府商量，以后再通知神父。知府姓王，是个好人，但过于胆小，生怕自己受到连累。他确实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极力要教团接受郊区的一处地方，在当地和尚的一座庙里。这当然遭到了客气的拒绝，神父们不愿再受到任何肮脏臭名的玷污，那会妨碍福音的传播的。于是知府也对这件事全然失掉了兴趣。后来有好几次，尽管一再加以申请，他始终拒绝发给任何文件。这时他撤销了原先允许在城里的各种权利，这几乎使教团宣告终结。这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统治者对百姓有生杀予夺之大权。通过朋友们的说相，知府最后允许神父们住在城里，可是他们不要指望从他的衙门里得到允许这样做的文书。另一方面，他的朋友和同胞公民的总督很容易满足于口头允许，却不给文件。这类事件并不足以挫伤利玛窦神父的兴致和热情，他马上写了一份他那记忆训练法的说明，用事物和地点作为提示，献给总督的子女，然后把它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份说明后来传遍了全国，大家都在使用。此外，他还送给总督一只瞄准北极的夜钟，一副星盘。总督像往常一样有礼貌地收下这些礼物，并且说他已经办理购买房屋文件的事，但迄今尚未从知府那里收到回音。然而他向神父们保证会在几天之内得到，因为文件正在准备中。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知府认真讨论过，后者对他说不需要文件，有了口头同意便够了。他个人的意见是，先去把所需的地皮和房屋买下，不要管书面保证，可以放心，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后来利玛窦神父从知府那里得到相同的回答，还得到他将做神父的保护人的许诺。随着这一许诺而来的，就是要求2个日晷，一个他要送回他浙江省的老家，另一个则自己留用。他们很快治好，并且送了过来，回报的是一笔银子，大大超过了仪器的价值。根据中国的习惯，这笔钱不能退还，因为从一个高官显宦那里接受的礼物是不允许奉还的。一当他们为得到住宅而请求官员给予必要的许可之后，神父们觉得最好就是再也不闻不问。他们认为这也许是正确的判断，采取这种办法比较稳当。他们推想，如果将来因教团而产生任何麻烦，那么颁发这份保险文件的人就会因为害怕而最迫切地要把教团送走。利玛窦担心的是，由于容许产生麻烦的境况存在，祸乱会降临他的家门。此外，官员们不为此颁发文件，倒容易袒护教团，这在肇庆曾屡见不鲜。再者，倘若神父们过于坚持要得到文件，他们还会引起一种最终可能造成精神恐惧的疑虑。还有另外的其他方面，在中国生活了若干年之后，看来老老实实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样行事，要比外国人更平安。办完这些事之后，还有其他的事要做。租一所房子不大容易，手头也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一所合适的住宅。然而看来最好抓紧时机，免得官员们的善意会冷却下来，或者出现某种意外的阻挠。有一所好房子出售，很适合他们当时使用，地点也不错，它离知府衙门不远，价钱也不算太过，用60个金币就可以买下。监督曾送来50个金币租房用，但看来最好是买一所，自己有房，哪怕小一点，也胜过仅仅租1年寄人篱下。往后不妨再找，便购买一所大的。于是他们就把买卖做成，搬进了新居。他们必须把屋子安排的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担心发生骚乱，他们就秘密地进行整个这件事，以致在邻居还不知道他们要住到这里来之前，他们已经住进去了。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消除了任何编造反对他到来的谣言的时间。保家长向知府诉说，有些陌生人住到他们的地段，但知府马上安抚他们。他告诉他们说，
他本人奉总督之命，已经彻底调查他们到来的事。在他那之前，他还带点夸大地向他们保证，利玛窦神父在广东省住过20多年，从未打扰过任何人。他也告诉他们，他本人知道利玛窦神父是个好人，不应被遣送走，特别是在总督已经允许他在这里买屋居住之后。于是他们满意地走开了，并把这一切向邻居们解释清楚。一当房子买了下来，利玛窦神父马上就去拜访城里所有的大官，送给他们一些薄礼，都是从澳门带给他的东西里挑出来的。分送这些礼物时，他小心翼翼地不开这样的先例，即不适当地多送，或者超过他将来可能馈赠的力量。一旦他们在这里定居之后，这些因阅历而变得聪明了的教士们，比他们在广东省时更善于切合目标地安排他们的住所。大约在这个时刻，利玛窦神父修订了他的教义问答，把它增补整理的好像是出自文人之手。他的读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会憎厌可恶的和尚的名称，或者书中所谈论的宗教崇拜了。新版出现时，旧版就被毁版和抛弃了。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做出的几点总结。第一，皇室的笼中鸟，用奇技淫巧置换的尊严。建安王和乐安王贵为皇亲，却无法掌握实权，只能在宫殿里玩赏利玛窦送的钟表和地图，这反映了明代皇族高贵的寄生状态。利玛窦送给他们的不仅是科学，更是某种精神鸦片，让他们在不能参政的枯燥生活中，通过这些洋玩意儿获得一种虚幻的优越感。当一个统治阶级对世界的好奇心仅仅停留在赏玩层面时，这个王朝离腐朽就不远了。第二，道德的次元壁，当诚信撞上潜规则。利玛窦坚持不说不在家这种社交谎言，被中国士大夫视为奇谈。张皇的感慨，难以相信能达到永不说谎的境界，其实是变相承认中国式社交本质上就是一场由谎言编织的绸缎。如果说谎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那么坚持真相的人反而成了不识抬举的异类。中国文化里的道德不是用来实践的，而是用来在聚会上讨论和标榜的。还有就是中国式道德是攻击别人的工具。第三，无证经营的政治艺术，官场的免责逻辑。知府不给文件，总督只给口谕，这种模糊治理是中国官场的精髓。事情可以办，但锅我不背。利玛窦最终放弃索要文件，选择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标志着他完成从福音使者到中国老油条的蜕变。从刚刚过去不久的3年武汉疫情之后，中国所谓的无狠施政和明朝的这种官场做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口头传达，不留文字证据。这种依靠私人关系而非法律文件建立的基地，本质上是建立在权力的沙滩上。一旦后台倒台，一切都瞬间归零。既然当金枝玉叶的王爷们不仅不以勾结洋人为耻，反而竟向以获得欧洲钟表和论友谊为荣，那么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帝国，他们不是在祖宗家法下维系皇室尊严，而是那种对异域珍宝近乎孩童般的虚荣心，在填补他们精神的真空。南昌的文坛领袖张煌在听到利玛窦坚持绝不说谎的戒律时，第一反应竟然是一笑置之。这种把诚信当笑话的集体潜意识，并不是看透世事的豁达，而是一个浸淫在虚伪礼节中长达1000年的中国文化早已经丧失了理解真实的能力。利玛窦在南昌终于买下了房子，他学会了秘密搬家，学会了送礼要适度，学会了把教义包装成文人喜欢的样子。他在论友谊里写满了欧洲哲人的格言，却在现实中感叹，这里的友谊必须靠银子和日晷来维持。当知府王大人明明已经收了银子，默许了买房，却死活不肯签发一份正式的红头文件时，这种有实无名的行政厚黑学，揭示了中国官场狡猾的生存智慧。在万一出事，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推诿逻辑下，利玛窦学会了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样去钻法律的空子。您认为
当利玛窦为了在南昌扎根，从而被迫修订教义，毁掉旧版，甚至默许了无证买房的潜规则时，他是否在引领中国人走向真理，还是在这一场庞大的博弈中已经被这个酱缸文化给彻底下毒并被同化了？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12章皇家的亲属，第13章在南昌的永久基地，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